那我们第3个问题，住方面，新加坡最近是房价飞涨，租金也飞涨。我的房子之前租的是2400新币，2室1厅2卫的 HDB， 这是政府主屋，今年已经涨到了3100、3200。你们香港和澳门呢？之前呢，香港的房价是非常离谱的高，租金也很高。2013年我外派新加坡的时候，我感觉新加坡的租金只有香港的1半，就是同样的价格，新加坡租的房子面积是香港的1倍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这2年俄乌战争啊、通胀啊各种原因吧，新加坡的租金和香港基本上持平了。但是呢，香港有许多很小户型的房子，所以呢总价还能控制。而新加坡呢，户型都比较大，你要租一整套，租金就会非常昂贵。所以在新加坡房价上涨的情况下，很多学生甚至是打工人都选择了合租。当然，新加坡没有像香港所谓离谱的汤房，就是一个房间把它隔成非常小的一间，或者什么龙屋。新加坡对每一户房子能够住多少人是有严格的法律要求的。对，新加坡的话，你需要上报 HDB 的那个网址，房东也需要帮你去上报网址，尤其是工作的人。学生我记得之前好像是不需要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呢，我还是每次要我的房东帮我去上报了我的住址。所以说新加坡是要求非常严格的，新加坡的政府也不允许在 HDB 里面做分隔。公寓的话，政府也有限制， HDB 如果主人没有住在那个房子里呢，需要把一间房子空出来当做是杂物间，就是不可以有任何人住，剩下的房子才能每个人住最多2个人，我印象中是这样。我听我同事讲吧，好像是新加坡不允许把祖屋完全租给外人，他必须让房东和租客一块儿住。但是有一些房东呢，他自己有公寓，那么他自己住在公寓里，他不愿意跟住在祖屋里跟其他的房客一块儿住，所以才有这种变通的或者是投机的一种方法，就是锁住一间房子不对外出租，说这一间房子是房东要使用的。所以呢，政府对这个租房是有严格要求的。香港就不是这样了，所以房子隔得很小啊，每一间的单价相对来说还能够承受。另外就是旅游者到新加坡呢，也不能像在香港或者澳门或者其他国家一样，通过爱比营去选择一些民宿或者是说私人的房子去接待游客。新加坡禁止用私人的房子接待这种短期游客去牟利，这个是新加坡和港澳的主要区别。澳门是这样的，因为澳门和香港也隔得比较近，我感觉呢，澳门的租房比香港还是便宜一些。另外，澳门的租房市场也没有像香港一样的那种汤房，总体来说还可以，因为澳门隔珠海非常的近，很多务工人员是住在珠海，所以呢，对于澳门的租房市场的需求不会像香港那么大。